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大家有没有发现 ACP 的作者好喜欢拿一些昆虫作为一个项目的原型，比如正正之前做的一些蜘蛛啊、寄生虫啊、苍蝇之类的。后来我发现了，这些个 ACP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本来外形就比较猎奇。在这种条件下 ，ACP 作者还能加入丰富的属性，使这些个生物变得更加恐怖，甚至超乎了正常人的承受范围。不过，往往这样的生物对于好多朋友来说也更加痴迷，原因当然是因为比较下饭嘛，对吧，各位？那么今天的视频，我保证也会刷新大家的世界观，同样也是讲个虫子。不过在大家普遍的印象里面，一般的虫子都是腐蚀或者寄生一些生物，但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ACP， 它竟然能够创造一个完整的个体组织。没错，就是反着来的，它就是 ACP-726再生之躯。然而它的起源竟然还和一桩杀人案有关。好了，听到这个名字，大家一定都会热血沸腾了吧？那么先留下3连跟关注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能够刷新你世界观的再生之躯吧。ACP-726属于 Euclid 级别的项目，外观和基因都与丝光绿蝇的卵跟幼虫一致。这是一种在温暖的气候下比较常见的食腐蝇虫。当幼虫在腐烂的动物组织上孵化后，一开始会跟普通苍蝇幼虫一样，啃食无生命的组织，直到耗尽为止。此时 ACP-726会向一个中心点靠拢，开始持续反流出健康的活细胞组织。在此细胞组织大量增加的同时，又通过未知手段倍速繁殖。如果在这期间没有人为阻止的话，那么 ACP-726将重新组成一具完整的躯体。这种画面感就是你看着蚂蚁是怎么样吃掉一个生物的，那就是让画面倒放的那种感觉，并且在 ACP-726的身体里似乎有着无限的细胞组织可以释放，而被重组的躯体与 ACP-726刚吃下去的腐肉组织来源是相同的，而且重组过程速度极快，最终将再造出一个拥有完整生命功能的个体。同时，所有的幼虫都会掉落并开始分解。这个画面你们感受一下，我是说它过分恶心猎奇呢，还是说它的超能力十分厉害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一般来说，由 ACP-726重组的生命个体恢复到最佳身体机能后，将会表现出成年食腐蝇的思维。这些重组的个体将本能地追寻那些腐烂生物组织所释放的气味，并通过舔食或者吮吸的方式喂养它。如果被重组的一个是没有翅膀的个体的话，这些个体也会尝试去拍打身后不存在的翅膀，样子会很笨拙，就像是间歇性的抽搐一样。同样，一旦重组的是鸟类或者有翅膀的生物个体，也会无法通过正常方式飞行。不过这些个体都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一旦接触腐肉来源，它们就会引起性欲，不分种族的进行交配。这种跨种族的交配很机械，之后还会产生大量的 ACP-726的卵，并且会由一个雌性重组个体将其放在任何适当的食物上面，继续经历着孵化、重组、交配、产卵这一循环过程。事实证明，不管被 ACP-726吃掉的原始腐肉的状况如何，数量有多少， ACP-726都能重组出一具完整的躯体。如果被重组后的生物死亡了，它也会与其他重组的生物组织相同，还可以被 ACP-726再次重组。但新的重组个体的精确性下降的幅度只会越来越大。说的简单点，就是被 ACP-726造出来的组织个体，不管是什么，是死是活，都可以被重新拼接成一个新的怪物。那么，为什么会有 ACP-726这种生物的出现呢？起初 ACP-726被发现是在20世纪的西弗吉尼亚的贝克利，全身赤裸的费伯太太被发现在一个垃圾箱里面，正在与不明雄性生物进行。后来，他因为急性痴呆被送入医院治疗。几周之后，该地区出现了许多动物异常的行为报告，比如大量与当地畜生不符的牛、猪跟鸡。基金会特工推断出 ACP-726的生殖习性，并在发现费伯夫人的垃圾箱中的碎肉里面发现了重组的动物。在基金会的调查期间，发现了好几个和费伯太太相似的个体在其住所周围的森林里面游荡。通过对费伯先生的审讯后，他竟然承认自己谋杀并肢解了妻子。目前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一对重组于人体的 ACP-726样本被收容于 Site 17内，收容室内设有隔离以保护其安全。每隔24个小时都会有工作人员清理一次排泄物，蔬菜混合浆液可以满足其营养需求。在清理或实验期间，需要 ACP-726保持镇定，工作人员会提供瓶装花生酱安抚他们。每一个季度 ，ACP 基金会都会向 ACP-726提供一对男女人类尸体，并在成功繁殖后进行处决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使用其他类型的动物组织。ACP 基金会对此也进行了很多次实验，每个实验样本都将放置一枚 ACP-726的卵，观察最终得到的重组生物。当样本是一只死亡的褐鼠，被纵向切开，结果重组出了一只褐鼠的2个模样，其皮毛花色都互为镜像。当样本是一只炸鱿鱼卷，重组得到的竟然是一只成年雄性鱿鱼。放入水中后，因为痛苦而不断扭曲身体，直到移出水中。这只鱿鱼非常不自然地用触角拖着身体行
行走，对分解排泄物和腐肉十分活跃，其精液同样表现出 SCP-726的特征。在另外一组实验当中，当样本是公元前的干枯尸体残块，得到的重组结果竟然是一名中年男性，和预期一样，表现行为类似蝇类。除此之外 ，SCP 基金会也用地级人员当过样本，当样本是一段取自地级人员的手指尖。得到的结果是，对象被重组且预期表现出类似于蝇虫类，其身份辨识信息与基金会内部记录对比 ，DNA 完全吻合，但齿痕和指纹却完全相反。当样本是地级人员的眼球的时候，对象被重组，齿痕无异常，但指纹则完全不同了。可能有小伙伴会说，既然这样，是不是可以考虑医疗用途？这好像还有点道理的。不过人家 SCP 基金会也考虑到这一点，选择一个活的地级人员当样本，他的脚踝关节处有被感染的伤口 ，SCP-726被置于此伤口，得到的结果是坏死的组织被分解了，重组过程当中伤口复原后停止，对象一直表现很正常，直到几个小时后开始恶化，对象表现出所有 SCP-726导致的异常性，最后被处决，所以还是不用考虑医疗用途了。后续根本无法控制。那么这个 SCP-726有没有刷新大家的三观呢？其实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虽然没有像 SCP-726这样可以重组结构的蛆虫，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太小看了那些不起眼的小虫子。好了，感谢小伙伴们能看到这里。SCP 基金会对于 SCP-726进行了多次实验，但结果就像是开盲盒一样，五花八门，不只是惊喜，更多的是惊吓。那么对于你们来说，这个 SCP-726可以开发出什么特别的功能呢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讨论一下。那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分享。我是正正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